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你哪是没有水星吗？今天变叔特别的兴奋啊！为什么？我怎么看不出来呢？我感觉他还没睡醒。有吗？不是，刚睡醒。好，那是我的错觉。睁眼说瞎话，你睁眼说瞎话啊！教大家一个新的谚语：睁眼说瞎话啊！好，对，好的。那我们今天继续进行盲盒游戏啊！盲盒问题。那我们先请变叔开始吧。快睡着的变叔来。好的。就是我想问两位大叔，你们是会冲动消费的吗？比如说你们会不会因为看到什么优惠活动就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是可能你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有折扣你会囤好多，就是比你要买的那个量要超出很多。这个我可以非常的明确立马的回答，我绝对不是消费冲动的人，甚至我是一个不喜欢消费的人。对。真的吗？茶叔，你上次不是说在Instagram 上你看到广告有那个文具，他们克制了吗？应该是这样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应该说又是一个那个刻板印象了。我觉得男人我觉得男人基本上是一般啦，不太喜欢逛街。但是男人买东西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他一定会需要这个东西之后，然后上网赶快去查哪些适合的产品然后选定好了，我才会去买。至少我是这样子。对，我绝对不会去逛看一看自己喜欢的，然后再慢慢去选择，不会。我一定是先有需求了，再到网络上一个一个挑，然后看一下功能、价格，然后做一下比较之后，然后我才会实际上去购买。所以基本上我买东西是不可能冲动，因为我确定要买什么了，我才会去买。对。可是我们刷短视频啊，刷一些这个视频的时候，总会冒出来很多广告。有，就像我看到我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很多习字本，那可以练习写字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字好丑，我应该要练习一下吧。以后我要是大叔出名了，我要签名啊，要写一些让那些粉丝惊艳的那些名言，我字丑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到未来我可能会需要把字写的美一点。所以我就刚好看到 IG 上有那个习字本的广告，我很心动。对，但是我并不会冲动消费，因为在我看到这个我需要的类别之后，我后来的几天我就在网络上去做比价。一样的东西哪一家卖的最便宜？ IG 买是最笨的，IG 买是最贵的，差价可以差10倍左右。所以我后来到了那个虾皮啦，还有一些购物网去比价，我就买了一个1/10价格的一样的东西。对，然后我就真的买了。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不能定义为冲动吧，我觉得这个是经过这个引到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那茶叔你会不会原价买一样东西？不会。我发现这是中国人的特性我一定特别是那种便宜的东西你就知道那个差价很大。你比如说 IG 上卖的就是比原价多几乎8倍到9倍左右，所以我一定会去比价，然后买到最便宜的。这就是又是刻板印象啊，中国人是贪小便宜的个性。对，而且也不是贪小便宜，我觉得真的是一样的商品，外表形式都一样，为什么我要花10倍的价格去买？对，所以我一定会去买便宜的。对，我这次回国就发现，如果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消费，就是各方面都需要用这个打折或者优惠券，然后才会买，不买的话就觉得好像亏了很多。比如这个打车软件里边，我每次都要看有没有什么券啊，然后还有就是去饭店消费的时候，你必须要团那个代金券，对吧？买单的时候，大众点评的代金券，对，就是基本上没有人原价去付那个你吃饭的那个单，而是你需要去查一个 APP，然后用80块钱买100块钱的代金券，
很复杂，就是你要操作很多点很多，但大家就感觉所有的人都这么做，你要不这么做，你就会损失很多的样子。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做吧？我觉得没有吗？我就不是这样做呀。你不是这样。如果请客的时候，请客的时候肯定就不这么做。我们看一下灿叔的消费形式是怎么样？对，你会冲动吗？我先从第2个问题开始回答吧，我怕自己忘掉了。对，年纪大了，哎呀，都就是你会原价买东西吗？蔡叔，原价我买东西也买过。首先就是我确实，其实这个2个问题对我也是一个问题。对，我首先就是不是一个消费欲很强的人，我甚至说物欲都不是特别强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我对买东西啊，拥有什么东西都没有特别大的渴望。就是有什么东西有需要的生活日常用品有就好，对，所以很多东西对我也很难构成这种冲动消费。但是呢，要是实在买东西的话，我有时候确实会原价购买，我不会去比价，我不会，我做不到，我不懂。真的吗？对，你不会去做比价的功夫？我不会。就比如说这个很简单的，你就把这个产品名输入到搜索栏里边，它有个比价网，出现很多，对啊。很多商店店家呀，我们好像进入了被那个灿叔的盲区了，一脸茫然。对，因为就官网买吗？我主要是觉得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是有家庭的人，家里有一个人会这样做，那不就应该更省吗？对，有一个人会这样做，另外一个人绝对不会这样做。我知道了，我老婆是一个特别会比价的人，她甚至有一个那种剁手群，就是那种捡那种很便宜的东西群，就是他可以抽佣金，比如说他拿到一些链接发给别人，他是知道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每回买东西一定是比价的，然后一定要凑单，就是凑好几个东西，然后买来之后有些东西又退掉，这样。就是整体下来就凑单，为了凑那个，比如说你买到一定的那个量，它就会打折嘛，有一个打折，对打折或免运之类的。是的，是的，这个他是个中老手，然后他很聪明啊，就是他研究的已经计划好退的这个货，对吧？因为他成天会买这种家里囤的很多东西，他都是按照这种方式去买。我们家的几乎所有吃的东西，还有摇玩的东西，都是没有一个是原价。所有都是这种方式买来的，所以你说我为什么你原价买，你不就买贵了？那不蔡嫂就气死了。就所以他那么省，我平常不怎么这样买，就偶尔比如说给他们买个什么节日礼物啊、生日礼物啊什么的，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做这种想法，我就看到什么挺好的我就买了。这个其实就是我比较少的买东西的时候，偶尔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电子产品，比如说我们这个东西。我要买的话，我就找好，我把链接给他，他可能还能抽佣呢，就是然后提一些那个什么，对，优惠啦，对，他会去买，我基本上让他去买。所以以前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才结婚不久的时候，我朋友就笑过我，就是以前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衣服啊什么的都是我妈给我买，稍微大点都是我老婆给我买，我就自己就是不操这方面的心。所以我确实没有，就是就是吃饭什么的，出去我请你吃饭，我不可能去想这些事情，对吧？对，而且很少吧，主要我这个人确实对冲动消费比较少，我没有说对有些东西觉得好可爱我就会买，好像我这种人应该是那种比较难被这些消费这个策略打动的人，但是一旦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真的对我觉得很有用，我觉得再贵我也会花钱去买。我是那种应该是对于一个消费的这个图里头，应该是那种最底下那些人，就是基本上没什么消费能力的人，从我这里赚不了多少钱的那种人，我是这样想。对，那你在超市里溜达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牛奶买一不会的，不会买是吗？只会买需要的东西。对，灿叔跟我的个性非常像，我也是。就是我不是那种推着那个购物车在超市里面东抓西抓那种，不会，我完全不会。对，真的吗？要是我去超市，就是和我老婆去的话，就是她会看来看去找一些东西，我陪着她去。要是我去的话，绝对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对，我要买什么菜，或者有些牛奶，还有一些零食，我觉得一开始就想好我要买什么，直奔目的地拿了我就走。
就是这个样子。对，对。还有，我觉得可能男人又是刻板印象，没关系哦。就是我觉得男人购物几乎不会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不是男人该有的天性。就是我不会去，如果讨价还价的地方，我就不会去了。我觉得很麻烦。如果你有带女朋友或老婆，这种事情一定会让他们做。我觉得男人好像不晓得是面子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开口，几乎不会，我也不会讨价还价。就是那倒不一定啊，我会哦，有时候我会我不是说讨价还价的很厉害，但我偶尔会说一下，便宜点啦，你这个还挺贵的，能不能再打个折呀？这种话我是能说出口的，我老婆就说不出口，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在网上她是可以各种比价，在现实生活中她这种事情她又说不出口，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像我就比较，你说，像你怎么样，茶叔？我说就是灿嫂就比较像我的个性也是，你要我讨价还价，我还真说不出口。就是可能我跟你们去旅游，到了一个风景区的东西一定卖的特贵嘛。对，那可能我就不适合是去买东西的人，因为我可能都会原价购买。对，所以现在在大陆就是大部分的地方全都是原价了，基本上不需要讨价还价。没有办法。对，很少有。但这次我回中国的话，我那个朋友他非常非常的想去，就是买那些假的名牌山寨货。好奇怪的事。然后他就说他要去北京的那个虹桥市场，因为虹桥市场那个地方全都是。只做大部分做外国人生意的，就是外国人想买那种假的名牌包包啊，对，他会那个高仿，就是看起来好像真货一样，对，但是那个地方就是所有的人都是那个讲价的最厉害的人需要讨价还价的那个，对，那个是我最不想去的地方啊，因为这些人都是那个讨价还价的一把手，就他们很会演。对，他们就是很聪明，有各种各样的战略。然后我又对我的朋友非常了解，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只小白兔，过去的话肯定被宰我就眼睁睁的见证他怎么被那些人宰。被蹂躏他被宰了以后，就是本来一件衬衫，那件衬衫我觉得10块钱你就能买下来，对，他最后花了100多块钱，190多块钱买的吧。但是他标价多少？他标价多少？他标价是1000多就他以为他赚了，其实并没有。而且那些卖货的人就是表演，他们很生气，然后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抠门啊？你怎么这么会讲价呢？我们这个你让我们损失了好多。”但是就是我的朋友买完之后，明明他被宰了，但是他不知道，他心里还特别高兴，就是觉得哎呀。我砍价砍了这么多，对啊，我要是你的朋友都会觉得很了不起，能砍到190多块钱，1000多块砍成100块，虽然他的原价可能只有10块了，但是我在那儿，我觉得这些人他们会后面偷着笑，因为每次我觉得我朋友第一个还价就已经还得太高了我觉得这个他要还价从50开始还的话还好一点，就是人卖1000多块钱，你从50开始还，会不会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不会，在虹桥市场，在那里的话，应该是在那个场景是没问题的，因为那个地方是专门这个卖给外国人的。大开眼界，真的。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你要提前做功课不然你哪知道你可以杀那么多的价呀？对呀，他们有很多战略，先比如说捆绑在一起，先诱惑你去挑很多你喜欢的东西，完全不告诉你价格。当你选完东西之后，他们会那个给你一个这个捆绑的一个价格。对然后我的朋友试着去减这个价格，然后那个店员觉得这条套路可能行不通，他就又把这个捆绑的衣服又拆开。单件的一件一件跟你讲，最后他就是有很多很多战略了，最后肯定就是拿到他们想要的价格对。但是这种地方，他的策略再好，也吸引不了像我跟灿叔这样的人。我们根本就是没有太大的物欲的人，对，就是
根本就不会去逛这种地方吧？我觉得。对啊，我也肯定不会去，但是在外国人中间还是挺有名的这样的地方。但是Ben叔，你问这个问题，表示你是有消费冲动的人啊。对，你等一下，我再问我想问一下茶叔一个问题，就突然想到，就是茶叔和我是属于消费里头最被人看不起、人家最不喜欢的人，被人看不起的，就是甚至排名在猫和狗下面的人，是吧？小孩、女人、小孩、猫狗、男人，知道？对，我们是那种臭男人，不买东西的臭男人。但是今年出了一个产品，就是全球大火，你买了黑神话悟空。当时就是整个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市场的风向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东西挺贵的，一点都不便宜。多少钱在台湾卖？在台湾大概卖$400左右。400美元挺贵的，说实话不便宜啊，真的很贵。差不多啊，对，我美国卖更贵，台湾卖的还是大陆其实能便宜点，但是也不会，就是相对于大陆的消费水平而言，它也是挺贵的。这个时候大家突然发现，耶，原来男人的消费水平也挺高的。有消费能力，也挺能消费的，也有消费能力的，只是说以前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点，去把男人的钱从他口袋里掏出来。对，茶叔，你是当时怎么下定决心去买这个东西的？我这边有2个点可以分享。第一个点就是我什么时候会原价购买，就是当我觉得这个厂商或这个产品我很喜欢，值得鼓励的时候，值得鼓励这个生产商的时候，或值得鼓励这个作者的时候，我就会原价购买。所以悟空这个东西，这个游戏其实我之前考虑了非常久，是因为我想要知道它适不适合我，好不好玩。所以我之前看了很多直播主在玩悟空，黑神话悟空，看了好几天。后来我决定要买，是因为我哥哥也想玩，所以这个需求也是2个男人的需求都对上了。那我就跟我哥说，那我也想玩，我来付钱好了。所以我那时候就直接上网刷信用卡，直接刷原价，然后我一点都不心疼，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喜欢的，然后我觉得游戏做的也很好，值得鼓励这个生产商，因为他们花了真的好多年，而且他花了6年去，对，花了6年去制作这个东西。就是他们上一个预告片是2020年，你想啊，2020年放了一个预告片，然后2024年才推出，就是他们真的用很多心血去那个打。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突破啦，我觉得我不想错过，因为可能再过了10年，有人回顾这个时期，黑神话悟空曾经是那时候很火的一个游戏，你有没有玩过？至少我可以说我玩过了。然后我实际买来的体验也非常非常好。然后一个游戏可以一个家庭5个人玩，开放5个家庭的名额玩，所以我跟我哥都玩得很开心。然后我还为了他去买了一个那个手柄是吗？对，我还买了个手柄，台湾叫摇杆我们还买了个手柄，然后那手柄还比游戏贵，手柄比游戏还贵，手柄比游戏贵，所以我就是为了这个游戏，我觉得值得。我不只买了游戏，我还买了手柄。对，你看你消费了多少钱呀？说实话，对，就是说，如果是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我第一个会原价购买。我觉得我可以去为了鼓励这个生产者，我去购买它或作者。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为了这个东西要买很多周边商品，我也觉得值得。就像很多人玩黑神话悟空，发现他的电脑等级配备不够，配置是完全不够。他为了玩这个游戏，另外花了好几万块去更新他的电脑硬体硬件，所以你就会发现男人消费很奇怪，就是不需要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说服他掏出任何1毛钱，但是只要他喜欢的东西，再多钱他都愿意花耶。对啊，所以男人也被盯上了，打个广告了是吗？所以此处需要打个广告，就是大家喜欢大叔的话，应该喜欢大叔的话，就像我说的，用原价支持就是这个道理。对。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要支持这个作者，或像我们这种自媒体的，对，真的要多支持然后我们才会做出更好，才会做出更好的产品。这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的提出来的重点，是不是？没有，我也会支持。我特别喜欢那个乐队 One Republic， 所以我常常去他们的店，他们也卖一些衣服啊什么的，所以我有买过。包括他们演唱会，我也穿那个买的他们的衣服去。对，所以喜欢
喜欢的时候要支持的话，这个时候我是不会看折扣的，就是想支持一下。但你平常是冲动消费类型的人吗？平常的话，对，就是有时候我是这种，就是突然有一天看到一个东西，然后挺喜欢的，然后就告诉自己不要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这个我觉得这些广告也很聪明啊，冲动更加的。如果我不小心点了一个广告的以后的话，我发现无论我看什么网站，这个广告都会再重复出现。对对对对对，去加深我那个印象，然后还告诉我就是还剩几天呢，还剩几个小时。然后我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离睡着之前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会回想一下，然后第二天起来就冲动的就买了。你一般是在哪里买？一般一般的话，我自己有几个喜欢的牌子，就他们的官网买，官网去买。对。可是有时候书的话，肯定会就去京东比价一下，然后再买。有时候也会看看二手网站，现在这边二手网站挺火的。如果有这种可替代的，我也会看一看。其实你像我哥哥购物就是很特别的购物法，但是也是很冲动消费的人。也不能说冲动消费，他是一个完全陷入购物陷阱的那种人，完全被这个陷阱套住的人。就是他像我现在买东西，我也像灿叔一样，我慢慢也不比价了，我把这个艰难的工作交给我哥哥。我现在只要跟我哥说我要拉力绳，他赶快去比价，然后挑出最便宜的，然后买给我。然后可能问我说2条会特价，你要不要一次买2条？我说好。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就是捆绑的价格。那其实现在购物网站很聪明，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买了2条拉力绳，那他会承诺你明天到货，但是明天如果没有到货，他会再补偿你100块的那个购物券。他就是故意不到货。对啊，就送给你你还是要再去消费别的东西。你送给你100块的购物券之后，你会想100块不用，好可惜哦。特别是像我哥那种个性的人，不花那个真的他晚上睡不着，所以他就要思考他下一步要买什么。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需要什么？我一定要帮你买，不然我花这个100块我没有花掉，我于心不忍，我受不了，我会睡不着。”对啊，所以。就是我哥哥就陷入这种不断的买什么巧克力啦、甜点啦、点心啦、什么冰，怎么办呢？听起来我跟你哥是一样类型的。他真的，他每天我们有时候会花个半小时去散步。他说今天也有100块购物金怎么办？我还要帮他想要买什么。我真的每一次我们散步的唯一主题就是100块要怎么花。所以我觉得这个购物网站的策略完完全全的。虏获了这种人，对，就这个满减呢，比如说还差10块钱，你就可以享受免运费，或者是多一个折扣的时候，我就要去找一下那10块钱到底能买什么东西。然后这些网站很聪明，就没有10多块钱的东西，都是可能50块、60块的东西。所以你看，我房间其实不会这么乱，都是我哥的东西，电脑萤幕啦。电脑萤幕他都买了好几个放着，根本用不到。然后有时候我哥就给我一箱东西，就是他多买的，他们剪鼻毛的啦，然后那个小剪刀啦，然后那个反正就是一些杂七杂八那种你根本用不到的东西，我就觉得。我还有更夸张的经历，就是有时候有一些酒店会有会员嘛，然后他会给他的酒店的会员一些奖励。像有时候我去旅游的时候，我可能就专门找这个酒店的品牌的这个旗下的一些酒店，然后去住。然后他有时候说，你要是住满10个晚上，就会有一个奖励，可能是积分啊，或者是奖励你再多住一个晚上。但是我发现我的这个城市里边没有这个住酒店的需要。那我可能就我已经住了9个晚上，就差1个晚上就可以拿到奖励了。你专门我可能为了这1个晚上就去查去欧洲哪个国家可以有便宜的机票，然后到那边住1个晚上。就可能因为获得那一个奖励，就计划了一场旅行就花了更多的钱。
但是如果我不去住的话，我就觉得我损失了好多，就差1个晚上就可以得到奖励。对，它总是让你感觉好像你损失了很多这种感觉。对，所以之前不是我住在另外一个老房子的时候，之前背景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纸，你们也发现过，就是很多卫生纸。你囤了很多那个卷纸？不是我囤的，我老婆每回买的卫生纸都是一箱一箱的买回来的，都是这样。所以每回有时候我拿快递的时候，真的我必须，我家有一个车，黑车，可是那种露营车，你知道吗？都是装满了再拿回来，就是就一次性，它就是掉入这个，你不能说它完全掉入这个陷阱里头，就是也是持家有方。我们家永远就是不缺东西。当时疫情的时候，就是别人家可能都很缺货、缺吃的、缺什么的，我们家一点都不缺，因为之前囤了特别特别多东西，太多了。整个冰箱，反正我们家有一个冰箱，还有一个冰柜，永远是满的，是满的，永远是满的。就是这个其实也涉及，就是我老婆好像对吃的就是特别有匮乏感，可能小时候就因为家里比较穷，所以总想着在吃上面补偿一下自己。我觉得很有意思，跟我哥有点像，不过我哥吃是买点心或零食比较多，然后卫生纸真的，我爸的房间都是卫生纸，他都常常说我要睡哪，这都是卫生纸，放但都是硬需啦，都是实用的东西。这个东西既不会过期，然后又真的会需要，所以的确就像灿叔说的啦，就是家里总要有一个人要这个持家有方，是的，因为这种事情我们没有心思去烦这种小事情，对，真的要有人来做这些事情。OK， 哇，这个问题聊这么久，对呀，好无聊。以为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想不到。那我来问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问题。好的。好，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想要活到几岁？这么无聊的问题。那这个对，然后第二个小问题就是你觉得人生最难的事情是什么？这不两个问题有什么联系？这两个问题应该可以，你们可以连得起来了。好，先问第一个好了，说不定第一个就可以答到很久了啊，可以答很久了。让我来说先吧，有没有想过让笨叔想一下，活到几岁你就可以满足了？那天我还和瑶说，我就说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基本上能活80-90岁。很久现在的科技水平，我觉得80-90岁应该差不多。80来岁，其实我那回去住院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头子，80多岁，他是当年国民党的军官的孩子，真的，他这个人经历很有意思。本来要是能把他微信留下来，我可以邀请他上大叔中文。这老头子精神状态特别好，就是你看他鹤发童颜，80几岁，身体很强壮。然后高高大大的，因为可能以前家境就比较好嘛，所以状态特别好。80几岁，他也是来做这个疝气的那个手术那个小手术嘛，没有什么关系。对，他的儿子反倒我看他有点老。一开始我以为，因为现在脑子好像现在有些被一些东西给整天影响。我觉得一开始看到儿子头发有点白白的，我在想，这不是他的秘密情人吗？那你会不会想太多了？真的，但是他儿子有点老相嘛，看的差距可能最多10来岁，好像兄弟的感觉。对。OK， 这老头很有意思，生活经历很有意思。当时其实我就觉得，真的可能因为他心态很好，他活到这个80几岁，他中间没有特别多的烦恼。按道理就是说，在中国的话，就是在他这种背景，就是国民党军官的儿子，他在文革的时候绝对要受迫害的。对，但是他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整体比较强壮，还是他比较威望，当时他就是没有经过这一环，没有受到迫害。后来中国有一段时间是因为要防止北方那个苏联入侵嘛，所以他把很多工业都转移到内陆。叫3线工程，就把很多这些军工啊什么的转移到内陆去了。他就通过这个机会到内陆去了，然后就去挖洞啊什么的，其实也很轻松，也没有说刚好那个时候可能文革的时候，他就刚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躲过了这些事情，所以整体后面回来之后也平平顺顺的，也没有特别大的烦恼。孩子有2个孩子，他们有自己一开始有些生活烦恼，但是好像都烦不着他。家里好像老婆也挺持家有方的。
就这样平平顺顺的就80来岁。他说前几天还去打篮球了，这样我就觉得80来岁还打篮球，所以就是一个人的，我是觉得心态好，精神状态自然就好，身体也会好。活个80来岁，我觉得他应该活个90几岁应该没问题，都没问题。对，所以我也想，就是让我能活到个80、90岁，我就满足了。说实话，我不想活到100岁，老而不死，干啥呢？不过80、90岁也已经蛮长寿了。对呀，对呀，可以了，可以了。那变叔呢？我呀，我现在觉得是怎么突然傻了？我就是这个答案是一直在变化的啊。之前的话，我觉得就是觉得在年轻一点的时候，觉得世界好大呀，可以去那么多地方去看呐，去旅游啊。当你就是旅游了就是几年以后，然后就觉得对旅游的那个新鲜感有一点下降，然后那你可能就去找新的体验。比如说做大叔、做自媒体，这个是我的新的体验。然后让我又可以继续去，就是有动力、有激情的去做事情。包括现在又换一个新的工作，然后要开始进军这个游戏行业，我又觉得又有新的体验。我就觉得每个阶段，有这种新的体验支撑着你去继续。有那么多我没尝试过的东西。所以你不想死是这意思吗？以前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就是可能就做这些事情，比较单调，然后觉得够了。我看世界也看了那么多，我该体验的也都体验了，觉得差不多就行了，40、50岁就够了。但是我又做大叔，又换工作，又试这个新的活动，然后我就觉得还有那么多东西我还没有体验过。然后上课的时候，我又听到每个学生告诉我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经历，我就觉得原来还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就觉得，活的时间越长，可能你可以体验的越多。所以我改变了。原来我是觉得活那么老干嘛？但后来我看我很多老年的那个学生，他们的生活真的很丰富多彩。像我有一个学生，他叫秀玲，他已经快90岁了，但是他那个还去滑雪。而且他滑雪的时候有一次还摔倒了，直升飞机救他，然后他还得了脑震荡，但是这个也阻挡不了他去滑雪。然后他还就是去世界各地旅游，然后他就是真的就是你完全感觉不到他是一个老年人，他愿意去尝试新的事情。我就有时候会被他们触动，所以就觉得我老的时候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可以继续去体验，不是说我老了就什么都不做了，就放弃了，等死了。对，就有时候我也有一些学生是年纪越大越想要去体验人生。对，那我有时候就会想说，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就是说，因为自己所剩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他们想要把握最后的时光体验人生，还是他本身就是一个这么喜欢去体验生活的人？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也蛮想去了解这些老人的心态是怎么样。你像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很要好的同学然后我就跟他会聊一些人生啊或想法。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就很早熟就会聊一些人生跟想法。高中的时候应该可以了吧？对，可以了，应该够成熟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只想活到40岁。对，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人生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而已。就是考试、读书，新的学问学习，考试、读书，新的学问。然后他说，以后步入了公司，开始职场的工作也是一样，新的东西学习。然后职场呢，除了学习之外，可能又多了一些人事纠葛，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然后他说会更不快乐，所以他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循环。他确实早熟啊，才高中就开始想这么。对，他高中就想那么远，可能跟他父母，因为他父母是企业家所以他可能也觉得他很早就看到这个企业里面有一些
就是很循环，就是又人际之间有些勾心斗角的情况也很多，所以他很早就可体会了这些东西，所以他就说他觉得他活到40岁就好了，不管是病死或怎么样，他说如果他那时候还健康，他会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非常极端哦，我这同学非常极端的，他环境也不差，但是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好像一个无限圈的循环，他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对，所以有时候可能生活条件太好了，没有什么，就是没有那种克服困难之后尝到这种甜头啊，或者是获得一些成就感的话，反而会觉得生活陷入空虚了吧，形而上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的。对，你比如说像我的话，我觉得能够活到60几岁我就满足了啦。你现在都快50了耶。对，就是你们可以跟我再直播个10几年而已哦，我就走了哦。对，我的意思是说，我最主要我是希望能够健康的活着。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志愿者常常去医院看，或者去拜访老人院，其实发现就是很多人最后那10几年是卧病在床，真的10几年，那真的是活着不如死了算了，有时候是这样子，真的是就看到有时候去访贫去访贫的时候，看到那个很贫穷的老人家，只有一个外佣一个看护在照顾他，裤子也没穿。然后大小便就随便他在床上这样，然后那环境没有尊严了，对。然后那个看护可能力气也不够，没有办法把他扶起来去厕所，只好就这样。所以有时候访贫去看这些老人，看久了会觉得说，真的活到几岁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能够健健康康的、有尊严的活着，反而是最重要的。如果连这些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生活，你是有意识的活着，你知道自己的大小便都没有办法自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尊严，然后小孩也不在身边，他们不想照顾你，只想请看护来照顾你，他们觉得这样就是孝顺就够了，有花钱请看护照顾你了，够了，其他的不关他们的事。如果人生到了这个让小孩看护更不好意思吧，我觉得。不会，我不晓得啦，自己的孩子没有不好意思啦，就是年龄到了就是这样嘛。是的。但是如果当你知道小孩在你跟工作的选择中选择了工作，那或许你会有一点失落感吧。会。但是其实我必须说，在台湾大多数90%几的家庭都是这样子，小孩宁可选择工作，然后用工作赚的钱去请一个看护，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越南的啦、菲律宾的看护，就是来台湾照顾这些老人家，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很多老人家是孤独的，看护这样推着轮椅到公园去，然后就那个看在那边练习肌力，然后在那边，但是他的眼神是空洞的，他是茫然的。他知道小孩不会来看他，也不会来陪他，所以就是你看了会觉得有一点悲哀，然后我就会想到，如果我活到这个岁数，我什么都不求，我就是求健康就好了，能够自由行走，能够精神很好，能够思考，然后能够看个风景，我觉得我就会很满足了。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不能自理的状况，那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就不如早一点走了好了，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你看有时候我去公园散步，看到这些老人，其实我觉得两个地方可以看尽人生百态啦。第一个是医院，医院，对因为我在医院也当过志愿者，然后也是看到很多就是生重病，小孩还在你身边吵着遗产的那种，或者是生重病，完全到快死了都还没有看到小孩来，都是看护在看着，或者是就是很多人很老了还在酗酒，然后就是真的可以看尽人生百态医院还有公园，我觉得公园有的人可能年纪很大了才开始重视自己的健康，然后就是拄着拐杖开始
啊，要训练走路，因为已经中风了。那有的呢就是看护推着，然后那个眼神空洞，就是根本找不到依靠，也不晓得要爱谁，或不晓得要怎么生活的。他不是中风哦，他就是这样，没有目标的眼神空洞，茫然，对，茫然，然后就是等着死，说难听就是等死，对。然后有的人你看到很年轻就在那边跑步的，5、6点就起来的也有，所以你就其实在公园里看尽也可以看到人生百态。然后有人夫妻很恩爱一起遛狗的，也有那种孤独的少妇遛狗的，你就会觉得人生百态吧，就是这样，有人得到爱，有人得不到爱，有人很早就了解到健康的重要，有人到了年老了还不晓得健康很重要，或者是有人就是算了，我能活几年就几年，眼神空洞，然后儿女也不知道在哪了。就是有时候我喜欢去公园散步，就是有时候看一看，你就会觉得人生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只是每个人当然最后那一页都不尽相同，但是你会怎么选择，或你现在可以做什么，然后让那最后一页写得美好一点。听完茶叔的，我又不想活那么久了。我很容易改变想法的。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活久不久到其次，就是我希望我最后那一段路是有健康的了，对，健康的、尊严的，我至少还能够行动自如，或者我还能够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我还能够思考一些事情，或者我就是开开心心的跟你们录大叔，对，这样就很开心了。有时候想一想，人干嘛赚那么多钱，然后干嘛成就要那么高，干嘛为了一些小事计较？人到了最后都是孑然一身，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有时候想到这里就觉得也不需要那么计较了。所以像有的学生很机车的那种学生，很难解决的那种很难处理的学生，就会觉得无所谓了，就是世界上每一种人都有嘛，开开心心的面对就好了。对，所以有时候就真的知道这一点，我觉得是现代社会一个挺悲哀的地方，就是像越来越多人，首先也不想生孩子了。首先有孩子的可能就最多是独生子女，真的，其实面对这个状况，其实等到父母老了或者自己老了状况很多时候像你说的无依无靠会比较多，或者而且你可能又在一定程度上又不想拖累孩子，不想，因为像茶叔刚才说，有99%的人会选择工作，但也是很无奈。你要是完全放下工作陪着老人，那以后可能这个是很漫长的20来年、30来年，你都被捆绑在这个上面了，所以是很无奈的这么一个事情。其实看就是上一辈的，像我们父母辈，基本上家里有兄弟姐妹比较多的。你看我奶奶走的时候，外婆走的时候，在晚年，走之前那几年，其实都是因为有兄弟姐妹比较多，都是轮流照顾，最后走的时候一大家子都围着他，也不存在那种就是说要没人照顾、没人理、很孤单的这个状态。可能这个几千年下来，人类的文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延续下来的。在现在这个程度，没有任何指责说怎么样，这就是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就是这样。大家更希望这个状态，但这个状态确实会造成很多比较无解的问题，我是觉得比较悲惨的一些情况，可能是这样。对，而且说实话，中文有一句话嘛，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不对？真的是这样，这个很写实的一句话。是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人到了最后，能够靠的还是自己。所以真的就是注意好自己的健康，少喝一点可乐少一点消费冲动，少一点消费冲动，然后吃点健康食物。0度可乐，0度可乐糖分也很高所以最好就是不要喝水，像中国人一样喝水就行了。然后每天固定运动然后我现在发现，我现在发现我开始这个月以来，我开始比较重视我的健康了，然后比较重视运动，真的精神上会比较好。对，然后做事的效率也比较高。长远来看，就是希望在自己最后一段路是有尊严、有意义、有思考性的去度过。然后，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管活到几岁，最重要的是能够健健康康的走。有时候是
没有办法控制啊，这不由己嘛，对不对？但是你只能尽力让这件事情发生。好，那各位同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活几岁？还是你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也无所谓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去思考一些假设性的问题也很有趣，因为它可能会让你思考一下，我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改变了一些习惯，未来会更好我觉得很多好习惯从现在就开始累积之后啊，可能你的未来会过得更舒服，会更自在，更有尊严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今天的问题很沉重很沉重购物消费也是很沉重的事情。购物消费还好啦，我没有购物消费对变叔很沉重很沉重。有没有哪里有这个好的看护啊？然后价格又比较便宜。对，我们冲动消费。对。好，那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冲动消费也要支持一下这个优质的作者像插书中文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好，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再见。